问题9：接下来该例患者该如何处理？思路：入住消化道隔离病房，做好床边隔离，加隔离标记，避免患者相互接触，防止交叉感染。患者自己固定食具和便器，其排泄物、呕吐物均需彻底消毒。同时对患者进行相关传染病知识的健康教育，按乙类传染病向相关部门报告。知识点：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及报告时限。1. 建立健全疫情报告系统，由疫情报告员组织疫情报告工作。2. 疫情报告员均应按法定传染病报告时限及时报告疫情。3. 临床科室医师应及时准确填报疫情卡片。如发生漏报、迟报、谎报疫情，甲类传染病按医疗事故处理，乙类传染病按医疗缺陷处理。4. 接诊医务人员对甲类传染病或疑似甲类传染病，或需要按甲类管理的乙类传染病，或发现其他传染病和不明原因疾病爆发时，必须立即电话报告当地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。同时，疫情直报人员应于2小时内将传染病报告卡通过网络报告。未实行网络直报的责任报告单位，应于2小时内以最快的通讯方式（电话、传真）向当地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，并于2小时内寄送出传染病报告卡。5. 对其他乙、丙类传染病病例、疑似病例和规定报告的传染病病原携带者，疫情直报人员应于24小时内将传染病报告卡通过网络报告。未实行网络直报的责任报告单位，应于24小时内寄送出传染病报告卡。问题10：该例患者是否存在并发症？思路：并发症决定着病情的严重程度，并与治疗方案的制定相关。甲型病毒性肝炎可能出现的并发症主要包括继发感染、肝性脑病、消化道出血等。根据该例患者的临床症状、体征及检验检查结果，诊断为急性黄疸型肝炎，目前无上述并发症，但患者肝功能明显异常，提示肝脏有明显炎症，病情仍处在进展期，应警惕其病情迅速加重的可能，需严密观察。问题11：该例患者应如何治疗？思路：甲型病毒性肝炎是自限性疾病，预后良好，不转慢性，所以治疗主要采取对症及支持疗法，酌情选用保肝护肝药物。该例患者治疗要点：清淡饮食，补充足够能量，适当营养，给予降酶、解毒、退黄治疗，注意防止感染、肝性脑病等并发症。治疗期间应禁酒，禁用损害肝脏的药物。知识点：常用护肝药物分类：一、降酶保肝药物，如五味子制剂、甘草酸制剂、水飞激素类等；二、解毒保肝药物，如还原型谷胱甘肽、半胱氨酸等；三、利胆保肝药物，如腺苷蛋氨酸、雄去氧胆酸、前列腺素 E1、门冬氨酸钾酶等；四、其他，如多西林脂酰胆碱等。患者入院后给予复方甘草酸酐、还原型谷胱甘肽、腺苷蛋氨酸等药物，进行护肝、降酶、解毒、退黄对症处理。治疗1周后，临床症状明显缓解，复查肝功能 ALT146UL、AST90UL， 总胆红素105微摩尔每升，直接胆红素71微摩尔每升，总胆汁酸38微摩尔每升。凝血功能正常。治疗2周后，已无明显消化道症状，复查肝功能 ALT67UL、AST35UL， 总胆红素48微摩尔每升，直接胆红素23微摩尔每升，总胆汁酸10微摩尔每升。凝血功能正常。问题12：该例患者入院后治疗是否有效？何时能解除隔离？思路：患者入院治疗后，临床症状明显缓解，肝功能明显好转，治疗有效。甲型病毒性肝炎患者的隔离期为自发病日起3周。该例患者起病1周入院，治疗2周后明显好转，可以解除消化道隔离。问题13：如何预防甲型病毒性肝炎的发生？思路：根据甲型病毒性肝炎的流行病学特点，从以下几点预防甲型病毒性肝炎的发生：一、控制传染源，急性患者应隔离治疗至病毒消失，或自发病日起3周。现症感染者不能从事食品加工、饮食服务、托幼保育等工作。2、切断传播途径，搞好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，加强粪便、水源管理，做好食品卫生、食具消毒等工作，防止病从口入。3、保护易感人群，
高危人群可通过接种甲型肝炎减毒活疫苗以获得主动免疫。对近期6周内由于甲型肝炎患者密切接触的易感者，可用人丙种球蛋白进行被动免疫预防注射，时间越早越好，免疫期为2-3个月。知识点：甲型病毒性肝炎流行病学特点：易传染源，甲型肝炎无病毒携带状态，传染源为急性患者和隐性感染者，后者数量远多于前者。患者自潜伏末期，起病前2周至发病后10日，传染性最强。传播途径：粪、口途径是其主要传播途径，水源或食物污染可致爆发性流行，日常生活接触是散发病例的主要传播途径。易感人群：抗 HIV、IgG 阴性者均为易感人群，任何年龄均可患本病，但主要为儿童和青少年。成年病例的临床症状一般较儿童为重，感染后可获得持久免疫。流行特征：冬春季节好发，流行率与居住条件、卫生习惯及教育程度有密切关系，农村高于城市，发展中国家高于发达国家。